在美国拥有一套房子究竟要花多少钱呢？许多人会惊讶地问道：“原来拥有房子不代表什么都不管。”在美国，拥有一套房子的持有成本高得让人惊讶，不仅多了不少的固定支出，还有一堆出其不意的维修账单。固定的支出年年都有，跑不了。房产税最大的与中国不同的房产税是按照市场评估价来收的，房价越高，税越重。比如佛州，一年的税率大概在1.1%到1.5%之间。一套35万的房子，一年的税可能就在$4000左右。在加州则有 Prop 13法案，如果房子一直没换手，税只按最初购入价，每年缓慢上涨。哪怕房价翻倍了，老房主的税也依然便宜。HOA 物业管理费和中国的物业费不太一样。HOA 不只是扫地捡垃圾那么简单，它还会检查你家的草坪是不是长高了，你家的信箱有没有破损，你家的房屋颜色符不符合规定。有时候真的像一个家长会一样，但是的确能让社区整洁统一。费用从几十美金到几百美金不等，具体的话要取决于社区的档次和公共设施的数量。房屋保险 （Home Insurance） 这是贷款买房的强制性开销，也是很多人忽略的大头。新房的保费相对的便宜，但是老房子的风险区，比如佛州的飓风地带，它的保费则可能高达$4000到$6000一年。持有成本是看不见的隐形账单，房子越老，开销就越多，天气越糟糕，风险就越大，社区要求也就越高，你花费的就越多。空调维修，出租屋的空调坏了，租客通知后请人来看，一修空调就花费了$700。如果是整机更换的话，费用可能要翻倍。最近刚换了热水器，几家比价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一家$1800的全包的价格，还算是划算的。如果说空调整个都换掉，费用可能在$6000到12000之间。草坪的维护，这是最头疼的地方。以前看美剧还以为可以请附近的青少年暑假的时候来割草，现实却不是这样的。一来不是每个社区都允许的，二来大部分的孩子都根本就不愿意干，三来的话就是草坪要求高的社区根本交不了差。所以呢，最后你要么就是自己去割草，需要买设备，然后定期的打理；要么的话就是每个月花费$80到$100，请人来帮你修剪。每次他们来，也就是修边、剪高草，30分钟就搞定了。但是你就是得付这个费用。屋顶的更换，这些属于大修的项目，一栋就是5位数起步。新房子的话是可以暂时的省心了，但是一旦过了10年以后，你就得为各种的设备陆续老化做好准备了。不过这个可能是保险公司报销的，具体多少的费用也就不太清楚了。一项最新的联合分析，全美国房屋持有的隐性成本已经飙升到每年将近1.6万美元，其实增速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增长。
研究显示，美国一般房主目前每年需要支付15,979美元，大约每个月1325美元，用于除了月供以外的开支。这些的支出包括约10,946美元的维护费、2003美元的房屋保险，以及3030的美元的房产税。在过去的一年中，这些费用总体上涨了4.7%，高于同期家庭收入的3.8%的增幅。为了核算持续上涨的成本，估算了地方房地产的保险费率。根据房主以及专业人士的实际项目数据，计算了房屋的维护年费。维护费用涵盖暖通空调保养、屋顶维修、草坪养护、排水沟清理、树木修剪以及热水器维护等的支出。财务压力在东海岸高成本的城市最为严峻。纽约市的房屋持有隐性的成本现在已经达到了年均24,381美元，旧金山的大概是22,781美元，波士顿是21,320美元。房屋保险费是成本上涨的最大推手之一。全美国平均保费大概自2020年初以来已经飙升至48%。以迈阿密为例，目前年均的保费达到4,607美元，5年期间涨幅达到72%。杰克逊维尔、坦帕和奥兰多等佛罗里达州的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暴涨。在佛州之外，新奥尔良的保费上涨了79%，沙加缅度上涨了59%，亚特兰大则增长了58%。保险费用的增速几乎是房主收入增长的2倍。这个不仅仅是预算中的一项支出，对于渴望首次置业的群体和经济拮据的家庭而言，这个更加是构成了准入的壁垒。在制定年度预算的时候，房屋维修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。应该将预防性的维护视为最重要的资产的保护网。每季度投入少量的资金，既能分摊成本，也能让房屋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气候的挑战。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永远都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，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。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那么高，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